大家好，欢迎来到 CC 设计。CC 设计专注于分享关于工厂自动化机器的设计知识和经验。今天跟大家谈一下图轮分割器。图轮分割器在自动化机器上有着广泛的应用，市场上有着很多不同品牌的分割器，但其工作原理都是一样。如果你是一名自动化机器的设计者，或者是想了解图轮分割器，看完这个视频会对你有很大帮助。我会分4个方面来介绍：1、分割器的典型类型； 2、分割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 3、分割器的基本参数； 4、分割器的典型图轮曲线。第一，分割器的典型类型。这2个是分割器中常见的类型：滚柱图轮分割器和平行图轮分割器。滚柱图轮分割器通常应用在圆形分割结构上，而平行图轮分割器通常用在直线分割结构上。第二，分割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我们先说滚柱图轮分割器，先看它的结构：箱体、输入轴、输出轴、滚柱图轮和图轮传动件。输入轴一般直接连接电机，或者通过减速箱、同步带等间接的连接电机。输入轴的另外一端一般会安装系统回原位的传感器。请注意，滚柱图轮分割器的输出轴和输入轴是相互垂直的。那么它是怎么实现分割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滚柱图轮结构的运动示意图。注意看这2个图轮传动件的位置。在输入轴连续旋转的情况下，当滚柱图轮在休止阶段时，输出轴是不动的。当滚柱图轮进入推程阶段时，滚柱图轮驱动安装在输出轴上的图轮传动件，输出轴开始运动。当图轮推程结束，输出轴就完成了一次分割，一直这样循环。平行图轮分割器的零件组成和滚柱图轮分割器的是一样的：箱体、输入轴、输出轴、平行图轮和图轮传动件。它们的区别是，平行图轮分割器的输出轴和输入轴是相互平行的，图轮是平板图轮。平行图轮分割器的分割示意图：输入轴连续旋转，在图轮休止阶段，输出轴不动，图轮进入推程阶段，图轮开始驱动安装在输出轴上的图轮传动件开始运动，图轮推程结束，输出轴分割结束。我们接着谈分割器的基本参数。在选分割器时，有下面3个参数你需要知道：分割数、分割角和休止数。第一个参数，分割数。分割数是指输出轴转一圈之内停的次数。看右边这个图，输出轴在转一圈之内会停6次，它的分割数就是6。第二个参数是分割角。分割角是指为实现输出轴实现一个分割，输入轴需要旋转的角度。看图中 X 轴表示输入轴从0旋转到360度，Y 轴表示输出轴的一个分割。当输入轴转到 A 点时，输出轴开始运动；到输入轴转到 B 点时，输出轴停止。A 点到 B 点之间的角度就是分割角。最后一个参数是休止数，又叫停留数。休止数是指输入轴转一圈，输出轴分割的次数。看下面的这个图示，就是表示休止数为2的时候，分割角的情况。这个图表是根据某分割器制造商产品信息，总结了在不同休止数的情况下分割数的分布情况。滚柱图轮分割器的休止数可以是1、2、3或者是4。平行图轮分割器的休止数是1或是2。大部分的应用休止数为1即可。你可能会发现同样的分割数，比如16，可以选择休止数为1或者是2。那么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呢？首先，分割时间不同。在输入轴转速相同的情况下，休止数越大，分割时间越快。另外，对滚柱图轮分割器，额定动态输出转寄也不同。你看这个图表，相同大小的分割器，相同的分割数，相同的总分割角，每个分割时间相同的情况下，休止数为2的分割器的额定动态输出转距要比休止数为1的分割器的大很多。这个图表是一个比较，你可以对不同休止数情况下滚柱图轮分割器的额定动态输出转寄的差别有个认识。注意，平行图轮分割器不存在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图轮结构不同。那是不是以为这休止数越大越好呢？非也。我们就要谈第3个区别，分割精度的不同。这个图表展示的是在不同休止数的情况下分割精度的差别。你可以看出休止数越多，分割精度越差。
这主要是由于输入轴的分辨度的差别造成的。比如修指数为1的分割器，输入轴转300度实现的分割，而修指数为2的分割器的输入轴仅转150度就要实现同样的分割，从而造成分辨度的差别。第4点，图灵曲线。在这一点里面，我会谈到图灵曲线的定义、MS 图灵曲线、MCV 图灵曲线和 MT 图灵曲线。我们先说一下图灵曲线的定义。图灵曲线是指每个分割过程中输出轴的加速度变化曲线，它含有4个运动参数：位移 S、速度 v、加速度 a 和跳动 j。从 v 到 j 是位移 S 依次对时间 t 进行微分得到的。以图中的分割机构为例，它的分割数为6，也就是说位移是派。但是在图灵曲线中，把位移的变化通通看作从0到1。我们来说典型的图灵曲线。关于图灵曲线，我们只需要了解每个图灵曲线的特性和形状即可，不需要去了解其具体公式。我们先看 MS 曲线，它分3段组成，加速度分别在 A 点和 B 点达到最大，形状像一个正弦曲线。MCV 图灵曲线分为5段，加速度分别在 A 点和 D 点达到最大，但是在第3段加速度为0，也就是说在第3段输出轴是等速运动的。根据等速段的区间所占整体的百分比，又可细分为 MCV 50和 MCV 25曲线。MT 曲线也分为5段，在第2段和第4段加速度达到最大并保持不变。在这些图灵曲线中， MS 曲线是最常用的曲线，主要是因为它很好的平衡了 VM、AM 和 JM 的值。MS 曲线尤其适用于在负载未知的情况下。对于 MCV 曲线，它适用于在需要输出轴在进行分割的情况下工作，并且有匀速的要求。比如在输出轴分割的时候，需要把胶水均匀地喷洒在产品上，就可以考虑使用 MCV 曲线。MT 曲线主要适用于高速轻载的情况下。关于图灵曲线的参数，还有一个参数是扭矩系数 Q， 它是曲线的加速度 A 和速度 v 的乘积和加速度的最大值 AM 的比值，它在计算输入转距时要用到。这个表格里列出了3种曲线的 VM、AM、JM 和 QM 的比较，这些值在分割器选型计算的时候会用到。关于图灵分割器的基本参数的确定，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讲解，敬请关注。好了，我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从中学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给我的视频点赞，同时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上传新视频的通知。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是询问，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与我交流，谢谢。